历时3年，我终于有机会做中俄医疗大比拼。这期内容我们会去中国最大的公立医院，再到俄罗斯公立和私立医院对比一下，到底哪里看病更好。不过在这里我要声明，我不是医疗专家，接下来的内容只是我的体会和感受。作为一个普通人，我会从基础设施、医生水平、价格以及看病效率这4个指标分析，到底在哪里看病更好。Поехали。这里是郑州，这是中国最大的公立医院。从外观上看，它简直像个机场。这个医院超级大，如果把医院这2个字去掉，上面写某某机场，我就会相信这是一个机场。而且感觉这个医院比圣彼得堡的机场还要大。每天早上这里的病人都是络绎不绝，电风湿器拥有13800张床位，各种设备也非常齐全。除了这个以外，负1楼还有餐厅，他们做的菜又好吃又不贵。其实不只是这个医院，绝大多数3家医院设备这一块没得说，甚至地铁都直通医院。这是地铁，идешь，а там уже больница。这边是地铁，这个是医院，所以基础设施非常赞。说到医生水平，我觉得中国医生的工作强度比俄罗斯医生至少高3倍。我遇到的医生都很好，经验很足，人也都很好，但是美中不足的是，他们分给每个患者的时间太少。我对比了中俄2国的医生诊断都是一致的，这里的医生水平没得说。说到效率，中国医院简直就是天花板，当天去当天就可以看病，自助机上可以挂号，快速便捷，结果可以在自助机上取，或者直接在微信上查，1楼还可以直接取药。这个医院的系统很方便，1天就可以看完，而且要等的时间也不会太长，医生也很专业。可能对于中国朋友来说，这没什么大不了的，这就是日常。但是你接着往下看，你就会知道我为什么觉得很赞。效率这一项绝对是赞。说到价格，如果只是挂号，普遍是10块、20块，而且当天复诊还是免费的，这个非常有性价比。具体治疗的话，这就因人而异了。我没有中国的医保，所以没办法报销。但是价格如果对比相似条件的俄罗斯私立医院，还是非常有竞争力的。当然，中国看病的体验也不是完美的。比如大的知名的医院人太多，有时候你在看病，房间里好多病人，不太有隐私。而且如果住院，家属太多，打扰病人休息。还有一些就是过度医疗、过度开药的问题。不过现在据我所知也在不断改善。在做内容的时候，我发现现在有很多医院，他们只是治疗症状，而不是疾病本身。因此，掌握基础的健康常识是每个人的必修课。跟刷视频相比，书的知识密度最大，效率最高，所以坚持看书绝对是个好的投资。这是掌阅的新品 iReader Smart 6C Pro， 劲爆机身搭配超大屏幕，随时随地利用碎片时间沉浸式阅读。它升级了全新超刷技术，做到50帧每秒高刷新率，也是首款搭载超刷技术的彩屏键指书，自带自动清餐饮算法，高别屏幕抖动，画面闪烁。不管是浏览彩色 PDF、专业杂志、高清漫画，还是日常刷小红书，画面超级丝滑流畅，几乎零闪烁无残影，全维度 AI 功能，直接拉满日常阅读和学习效率。AI 语音朗读模式，音色自然，手写自动识别，让日常规划变得简单高效。分屏学习模式，轻松实现边学边记，彩色划线标注，让笔记清晰直观，还支持一键调用读书笔记，巩固学习内容。掌阅 Smart 6C Pro 值得投资。在俄罗斯的医疗系统中，公立医院和私立医院都发挥重要作用。说到基础设施，它取决于你所在的城市、区域。这是我所在的区域的诊所，地方很小，设施也还行，但是肯定不能和中国比。这里就是不同的问诊，里面都是全科医生，
他们看不了的就会给你转诊到更大的医院，大医院就全靠运气了。有的确实条件非常好，不输中国，但是还有的医院设施非常陈旧，尤其是外观。有一次我急性胃炎发作，就被急救送到了彼得堡一家1882年就建立的传染病医院。对，看起来就是1882年建立的。这里晚上完全可以拍《生化危机》。但是进到里面其实还好，就是外观太吓人了。但是总体来说，俄罗斯公立医院在基础设施这方面很一般，无论是装修还是设备以及效率都非常一般，所以在这里私立医院更有竞争力。这是一家彼得堡的私立医院。整体来说，硬件条件绝对没问题，工作人员态度也还行，但是治疗效果如何，确实需要靠运气了。根据统计，在俄罗斯有22%的人去私立医院看病，而且这个比例还在不断增加。医生的水平在俄罗斯，我觉得没有太大问题，无论是公立医院还是私立医院，最起码我遇到的医生都是好医生。不过有一个我觉得比较好，就是俄罗斯医生分给每个病人的时间比较多，每次问诊基本上都是半个小时左右，医生会详细的了解你的生活细节和病情，也不着急，看着你的眼睛跟你交流。俄罗斯医院还有一个好处，就是住院的时候医生不让家属陪护，有专门看望的时间，可以带进去的东西也有限制，病人可以好好休息，家属也不用那么辛苦，也减少了交叉感染的情况。当然，有些公立医院的医生态度确实很一般，但是我觉得大部分还是挺不错的，所以医生没问题。说到俄罗斯医院的效率，尤其是公立医院，这简直是灾难。比如说你不舒服，但是不到急救的程度，那么你需要预约全科医生，全科医生看完转诊到专科医生，专科医生给你开单子、化验检查，然后拿着结果去复诊。这一趟下来估计要有几个礼拜，如果是一些特殊的手术，需要等几个月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俄罗斯人会选择私立医院。效率这一块，我觉得俄罗斯的公立医院很差。价格，这是俄罗斯公立医院系统的最好的一点，那就是全部是免费。对的，真的是全部免费。每个俄罗斯公民，无论是工作还是不工作，无论男女老少，都有 OMS， 就是强制医疗保险。从看病、做检查、体检、做手术，如果住院、用药、陪护和吃饭都是免费的。这是医院提供的饭，是的，这不是酒店的自助餐，有可能不合口味，但是绝对健康，因为他们都是根据不同病种提供的。比如我的饭就和旁边人的不一样。前不久我有一个中国朋友就因为突发疾病进入了 ICU， 我得知消息马上去给他做翻译，因为他有俄罗斯的长居，也就是所谓绿卡，因此抢救、住院、治疗、用药甚至餐都是免费的。他住了2个礼拜的医院，1分钱都没花。之后他回国恢复，中国的医生也认可俄罗斯医生的治疗。后来我了解到了，就算没有绿卡，但是外国人的急救也是免费的，所以价格这一项绝对很赞。总结一下，中俄两国在看病这一块各有优缺点。中国在设施效率这方面绝对碾压俄罗斯，但是俄罗斯公立医院的免费确实可以起到兜底作用。不过如果有一天可以综合2个国家的优点，那就太完美了。你生活的地方看病怎么样？大家可以在评论区分享。